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，我现在在成都339附近，粉丝推荐我来一家老食堂，说这里可以吃到很多老菜，一起跟我去看一下怎么样？这家店就在339附近啊，就在对面，名字叫二招老食堂，但是导航定位上面是成都故事，对，成都故事老食堂。成都故事老食堂，对。早上他这儿还卖包子，还卖包子，还得做早饭哦。上面写了雅间儿特色中餐，成都味道，一起看一下这个味道怎么个老法。原国防科工办二招老食堂，好，到了。那4位，你们做吗？好4位吗？哎，4位。你们做吧。你看这里有一张图啊，5、6年拍了哇，真是成都7中学院了。啊。这个同学叫李秀香，今年60岁了。哦，这就是以前成都的样子，不是现在太古里的位置。你看这个上面这个装饰是瓦，它仿的。其实你进来了你不说啊，不说以为是在老房子里面。哎，你们点菜是翻牌子吗？扫码啊。啊，结果就是因为踩这儿是不？应该只是给我们看的吧。嗯，虽然说这里有3排啊，全是菜，但是还是要扫码。还是要与时俱进是。哦，看它大厅里面是摆的油，进来右手边是厨房，然后左边是凉菜。本餐厅用的都是菜籽油，假一赔10。哦，他自己还卖菜籽油。对的，这个菜籽油。正宗的菜籽油就是这种深色的、黑色的，对。它是摇起来是黄色，看下面是黑色。还有菜籽油好不好？摇一下，它会有很多泡沫起来。这个的是白酒吗？啊，帮我们打1辆过来，打1辆。啊，这个酒量不但得行，搞1辆就可以了。搞1辆我们4个人喝吧。什么？啊，我们。搞1两白酒，4个人分。哦，好。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个1两还多了一点点啊。他这个8号桌是8大队。8大队。你想点什么菜呢？豆瓣鱼来一个，锅巴肉片。豆瓣鱼、锅巴肉片都是老菜，都点一点。70年代油饭，先搞1碗尝一下吧。好的啊，先搞1碗，我看还有什么老菜啊？热锅鸡必须来一个。听说过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听说过，没听说过就对了。热锅鸡就是相当于是热拌的鸡。热。摊位费2块钱一个人，4个人8块。豆瓣鱼49，锅巴肉片32。70年代油饭5块钱一份。如果说卖5毛钱的话，就真的是穿越了，因为70年代可能卖不到5毛钱，要卖5分钱，或者5分到1毛钱之间，一角钱。153啊，现在看是153，它还不贵。好，上菜了。哦，第1个菜上锅巴肉片。现在就领完。啊，领完。这个菜一上来还要速度要快，炸好了之后马上往上面跑，然后汤淋上去，唰，噼里啪啦的。好，油饭也上来了。放的猪油渣吧。猪油渣。猪油和酱油啊。好，试一下，快。这个菜要趁热啊，这个菜要先试一下汤汁。这个汤汁啊，是荔枝味的。锅巴肉片这个荔枝味就是大荔枝味，重甜重酸一些。你看宫保鸡丁就是小荔枝味，它其实这个就是酱油、糖、盐、味精一起调的一个汁，然后勾个芡，先把汁熬好，最后淋上来。它这个锅巴看起来有点厚。如果说以前的传统做法，锅巴没这么厚，就很薄薄的一层。不过厚有厚的好处啊，厚的话它的热量没有那么快凉下去，还有锅巴炸好了之后打半瓢油淋在这锅巴上再端上来，它倒下去那一声开得更大声。以前这道菜叫掌声一片，先尝一下。
32一份啊，不贵。这道菜费功夫。锅巴我就喜欢吃这种没有泡多久了，吃起来又脆又糯，然后又没有那么酸，因为锅巴泡久了有点酸。因为我洗了牙，可能对这个比较敏感。这个荔枝味调的不错，咸鲜咸甜酸，味道正好。这分量也不小，32块钱，很符合食堂这个说法啊。这个笋子有点偏老，就是那个自助的笋子出来了嘛，啊，现在早的那个笋子出来了，如果用那个笋子的话，会比这个笋子要好很多。哎，妈哈，我记得了啊。来吧，先过来边。好呀的。好快的哦，这个是传统做法。好，锅巴肉片，32块钱，味道还是做的调的比较正，肉也不少，盘子也不小，端上来对得起这个价格，这个荔枝味调的很不错。好，下一道，你晓得这道菜也好老，我都没听说过这个。没听说过啊？没听说过这个。成都人没听说过这个菜。这个姜汁肉锅鸡分2种啊，一个是白汤，还有一个是红汤。白汤的这个叫做传统的，如果是家常的话呢，它是用豆瓣酱，它唯一区别就在豆瓣酱这一块。这道菜它的调味重姜、重醋、放糖，比较开胃。这道菜传统做法，不多说，尝一块啊，尝一块。这个很多四川人都不知道有这道菜，姜汁肉锅鸡。这个菜很多川菜馆都没有啊。不会做，对，老师傅才会做这道菜，而且很多人没听说过。鸡还是挺嫩，姜汁味浓，醋把握的正好。莴笋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没烧透，中间有点生味。这道菜很适合老人孩子啊，开胃下饭，而且可以完全做到一点都不辣。但是你说它这个是传统的吧，它加了泡椒，传统做法是不加泡椒的，它是不辣的。这个就对了，你看，如果广东的朋友来的话，他还以为这个就是烧白切鸡，其实不是的啊，口感很嫩。这个鸡煮的挺好，59块钱，59块钱，这么大一盘，价格不贵，因为这道菜工序多啊，唯一一点点就是加泡椒跟不加泡椒，除了加了点泡椒之外，我觉得无伤大雅，都挺好，非常的开胃下饭。来四川旅游的朋友，老馆子才做得出来的这道菜。很多厨师不会做，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。不错，好，59块钱，不贵，放一边。趁其他菜没上来，先看一下油饭啊。我先看看这个是什么，猪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猪毛，很正常。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菜，就放点酱油，挖一瓢猪油。这个饭热一下也可以，冷饭也可以拌一下，特别香。这个酱油我觉得少了一点点，先尝一个。你看这个米饭，你看起来发亮啊，是因为猪油的原因。很香。就是小时候的味道。这个油饭，现在的00后应该是没有接触过，包括很多90后都没有接触过。杰哥没有吃过吧？没有啊。待会儿来一碗。搞一碗，必须搞一碗。老板儿，再来3碗油饭。加3碗。再加2碗。3碗啊。2碗。2碗。再加2碗。还有个菜没上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个豆瓣鱼。还有个豆瓣鱼。问你一下。我自己来。你小时候吃过没有？我们是那个油饭，我们是在锅里面跳起来的那炒的那种饭。你那个不一样，我们这边就直接把饭热一下，直接加冷猪油来拌都可以。他们不是说就是把猪油放在上面，冷饭直接上锅上蒸笼蒸一下。它是为了让那个油化进去啊。但是我们小时候不讲究这么多，就是一勺酱油，一勺猪油。哎，是不是忘了个东西啊？哎，我们1两啊，4个人分。
因为都不胜酒力啊。你看我这分的刚好，来碰一个呗。哎，啊，这个酒好香啊，这高粱酒挺香的。啊，吃鸡，这个鸡，就这个菜啊。你只要是老师傅做的都不会太差，毕竟味道啊，它的味型摆在这里。这道菜就是真的让人吃了一块又要吃一块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姜的味道，姜汁的味道跟这个醋的味道还有糖的味道融合的非常好，所以非常的开胃。姜汁肉味鸡啊，都快要失传了。豆瓣鱼啊，这个豆瓣草鱼，它是草鱼，这么长呢。其实它的重量大概就在1斤半到1斤8两，然后这个颜色非常好看。端上来了之后，还是老规矩，先尝一下汤汁。这个汤汁调得好，这个是调的非常不错啊。豆瓣鱼也是一个老菜，它的味型就是咸鲜微辣，回口微甜，有一点点酸，吃起来就是一个家常味型。反正这个品相是非常不错的。先尝一下鱼肉，尝一下这个鱼，49块钱一份啊。鱼肉嫩入味，不错。这道菜做的没什么可挑剔的啊，活鱼。一般像这个鱼是不是活鱼啊？很简单，看它上来有没有煎过或者是拉过油，因为它要拉下油去腥。如果说直接跳水或者是说直接蒸出来摆到盘子上面的话呢，那这条鱼就对它的新鲜程度有比较高的要求。现杀这是必须的，49块钱还算比较实惠，毕竟是现杀的嘛。这3道菜当中最出彩的就是这道鱼，那我觉得这一趟食堂人均消费你看不到41块，这地方还是挺不错了，毕竟是在339嘛，在这个市中心里面非常不错。好，吃饭。现在11点52啊，他们开始上课了。我发现来这里的顾客年龄都偏大一些，基本上在60岁左右。看来他的固有客群还是偏年龄大的一些老顾客。就是以前的老食客啊。好，现在我们饭吃完了。这个鱼一开始我对它的评价是非常高的，但是吃到后面啊，越吃到越后面，它的糖放的稍微重了一些，就把它的一些味道压下来了，其中咸味也压下来了。然后吃着就是糖放重了之后，就感觉这个鱼的口味稍微重一些，就没有吃完。然后这道菜如果糖能够减一点的话，在我心目中就非常完美了。不过也可以推荐大家来试一试。然后这个肉味鸡是基本上吃完了的，锅巴肉片也基本上吃完了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去买单吧。这么多人排队买单，好钱？8号8大堆，微信好钱？158的时候，可以看单子不？来媳妇噻。油还没选好，我有3碗油饭，加2碗油饭。168。好，你扫我吗？我扫你碗。好，快了。现在我们饭吃完了，我们买单总共是168，人均42块钱。它的菜的味道都比较传统，唯独有一点点就是糖稍微重了一些，就把一些盐啊、一些鲜味稍微压了一点，导致吃到后面，特别是鱼的时候就有点吃不动了。但是它的味型是正宗的老传统的味道。如果你想来成都尝一下像姜汁肉味鸡啊、锅巴肉片啊这些菜的话，可以来试一下。成都还能做这种菜的地方已经每一年都在减少。最后，如果你来成都旅游的话呢，你正好在这周边3公里左右呢，还是比较推荐你过来尝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